從曾经的排队王到如今的關店潮，凑凑火鍋究竟怎麼了？你有多久沒吃凑凑火鍋了？憑借火鍋界星巴克的定位，凑凑火鍋直接將人均消費搞到了150，看似離譜的經營模式却让它在一中火鍋市場中脫穎而出。一到飯點，幾乎每家門店都是大排長龍的景象。於是他又開啟瘋狂開店模式，每8天就能開一家門店。可突然在今年2月，廣州首家湊湊火鍋門店卻正式宣布倒閉。據統計，僅2024年，湊湊火鍋就關閉了73家，這也是他自2016年創立以來閉店數量最多的一年。更扎心的是，湊湊火鍋的親爹呷哺集團去年虧了4個億，結果湊湊就占比90%，呷哺集團把湊湊當成富二代來培養，怎麼就撐不住沒人吃了呢？其實火鍋早在漢初就出现了，只是当时人們用的是笤斗來煮火鍋。到了唐代，因為戰亂原因，人們不得不四處逃竄，因此北國人將做飯本領也帶到了江南，甚至更多地方。到了清朝，乾隆多次下江南，發現火鍋這一美食，於是就將其帶進了紫禁城。1784年，因為乾隆出生在冬季，在生日這天邀請了3000多位60歲以上的老頭來參加千叟宴。由於人數較多，老人們只能在廣場以及甬道上吃飯。結果宴席剛過一半，不少老人卻因為吃了涼菜，直接丟了性命。到了1796年，乾隆即將下崗時，他又想風光擺一次千叟宴。在吸取了上次的教訓後，他將千叟宴改為自己最愛吃的火鍋。之前的火鍋都是直接端上來就能吃，涼了就重新端一份。为了能保证每個人都吃到熱食，乾隆直接對火鍋的鍋具進行改革，將鍋體加大，並在中間加上煙囱，甚至還在鍋底下做了一個洞，用於放木炭燒火加熱，這才順利讓大家伙兒都吃上了熱飯。此後人們都將火鍋當成了一頓大餐，只有過時過節才能吃上一頓。而到了如今，火鍋不僅隨時可以吃，甚至還有了選擇，越來越多的火鍋品牌湧出。據數據顯示，我國的火鍋門店數量已經超過100萬家，涵蓋了川渝火鍋、潮汕牛肉火鍋、老北京涮羊肉、台式火鍋等多種流派。在如此大的火鍋市場中，湊湊火鍋也曾佔據一席之地，但如今卻面臨了倒閉風波。2016年，呷哺集團創立了湊湊火鍋，當時的呷哺已經在火鍋市場是無敵的存在，憑借1塊錢蘸料、3塊錢鍋底、7塊錢2種蔬菜，成功走上窮鬼賽道的巔峰。隨着呷哺的名聲打響，賀光啟直接殺出一個中高端的火鍋品牌湊湊火鍋。本以為會跟呷哺味道相差不大，結果一出場，直接讓整個餐飲蒙圈了。他居然將台灣的珍珠奶茶和火鍋湊到一起吃，如大紅袍珍珠奶茶、墨香奶綠等。這看似顛覆人類認知的事，居然卻很受消費者歡迎，尤其是女性消費者。而在產品方面，湊湊火鍋主打台式有料火鍋，台式麻辣鍋和台式番茄鍋作為火鍋店的特色鍋底。台式麻辣鍋中還加入了鴨血和豆腐等食材，吃完還可以無限續加。而台式番茄鍋則適合涮煮海鮮和蔬菜，味道與市面上的火鍋大不相同。而且在門店環境，湊湊火鍋也下足了功夫，將店裡風格打造成台式風情。靠着以上優勢，湊湊火鍋成功拿下排隊王的稱號。從2016年開第一家門店，到了2023年，全國已經開出400多家，為呷哺集團帶來了巨大的創收。然而到了2014年，湊湊火鍋直接陷入困境，不僅店門口沒人排隊了，就連店裡能坐滿一半的人就已經很不錯了。在短視頻興起的年代，湊湊火鍋成功搭上順風車，靠着短視頻直接爆火。如今的各大短視頻軟件上幾乎都沒了湊湊火鍋的話題，原本有一張好牌湊湊火鍋，卻硬生生將它打成了爛牌。湊湊火鍋到底做錯了什麼？首先是性價比低，在當下消費降級，即便是1線城市，人們購買茶飲的消費客單價都從之前的25元降到了如今的15元，更別提火鍋了。湊湊的定位一直都是中高端火鍋。據調查，湊湊火鍋的人均消費為150，海底撈人均消費在130，而本土的平價火鍋人均消費都低於80元，一些不錯的火鍋自助也在1人80元左右。既然價格高，對於消費者來說，菜品和質量就得有更高的品質。然而，不少消費者表示，湊湊火鍋的菜品太少，一份雪花牛肉80元，結果分量才有淡薄的幾片；一份蝦滑40元，端上來之後才有幾顆。如此少的菜品，消費者壓根不願買賬。前面也講到，如今的茶飲客單價都降到了15元，而湊湊火鍋的一杯大紅袍珍珠奶茶卻要20元，花同樣的價格，消費者都能在蜜雪冰城買3杯奶茶了，已經有了價格上短處。湊湊火鍋不僅沒有調整，就連口味上的創新也不管。2024年，湊湊因鍋底變質、肉質有異味等問題上了熱搜，黑貓投訴一下子多了起來。起初的湊湊火鍋靠着台式麻辣鍋和台式番茄鍋拿下消費者的胃，但從創立到現在，這兩個鍋底的口味幾乎沒有差別，即便推出了新的鍋底，也沒有任何驚豔人的特色。老顧客在多次光臨後，很容易產生味覺疲勞。而對面的海底撈雖然以服務為第一，拿下消費者，但它卻絲毫沒有停止腳步，推出了嘟嘟雞鍋底、金湯肥牛鍋底。而其他火鍋品牌為了吸人眼球，推出來奇葩鍋底，比如榴蓮鍋底，雖然不能持久，但也在一時間吸引了消費者，賺了個盆滿缽滿。其次是湊湊火鍋的營銷，簡直來了個大翻車。此前，湊湊火鍋推出一款貓爪型的蝦滑，初期吸引力不少愛貓人士的消費者，結果來到店裡，實際菜品中的貓爪蝦滑顯得有些乾瘪，顏色還暗淡。湊湊這下可簡直告訴消費者什麼菜品與圖片不符。很快，網上對此引發了討論，湊湊火鍋的品牌形象也被受到影響。之後情人節，湊湊還推出情侶套餐，可當人們來到店裡，卻發現菜品少得可憐，兩個人根本吃不飽。這樣的營銷還不如不營銷，也不至於加速湊湊火鍋的消失。而且湊湊火鍋的服務跟不上，也是它失敗的原因之一。在黑猫投訴上，幾乎都是消費者對湊湊火鍋店服務員的吐槽，比如顧客吃出蟲子，商家卻揚言蟲子來自商場外，不能保證菜品中沒有蟲子。這樣的態度，還會有幾人願意去吃湊湊火鍋？總部如果對門店加以管理，湊凑也不至於陷入倒閉潮的風波。再者就是新品牌的不斷湧現。
給湊湊火鍋帶來了巨大的競爭壓力。其中佩姐老火鍋以重慶老火鍋為特色，主打復古風格，即便排队等桌消費者都不介意。而珠光玉火鍋則以火鍋加甜品的模式吸引了众多年輕消費者。這些新興品牌的出現，直接奪走了湊湊火鍋以前的忠實粉絲。為了挽回消費者，這幾年湊湊也做出不少努力。先是做出湊湊火鍋加茶飲的小酒馆模式，中午小聚吃火鍋，下午美食去喝茶，晚上繼續吃火鍋，半夜還能整小酒。之後又在北京三里屯的湊湊火鍋店加上各種各樣的茶飲套餐，比如大觀園套餐、西鳳養顏湯238元，黛玉忘憂水和388元紅樓一夢。去年湊湊火鍋甚至在台灣店搞出新花樣，火鍋加唱歌，看似是新鮮事物，實則卻是盲目跨界，讓同行看了都着實尷尬。消費者看了就像東拼西湊出來的火鍋店，壓根沒心思去光顧。曾經湊湊的創始人說過，現在的年輕人吃飯不光是吃飽，還要突偏。於是湊湊重新規劃產品，什麼冒煙的奶茶、能占卜的鍋底，甚至還有分手套餐，看似盡心盡力，但最後還是沒能逃避關店的命運。原因就在於沒有一樣能拿得出手的產品或服務，最後亂搞一通，結果整成了四不像。湊湊火鍋也不得不在2024年緊急对73家门店關门。2024年可以說是餐飲史上的一次大洗牌，以前人均消費90元的火鍋店，在這年也不得不降到60元；奶茶店的人均消費25元，這一年也不得不降到12元。這就意味着曾經的那些偽高端餐飲要徹底涼涼了，比如奈雪的茶走着高端路線，如今虧損成慈善家，湊湊也不例外。光是2024年就虧了3.5億元。無論是什麼餐飲，想要走下去，只有3個問題：產品好不好吃，價格划不划算，回頭客多不多。只有這3點都不成問題，那麼門店的銷量自然不會差，不然即便是曾經的排隊王，也得被市場淘汰。